嗨，大家好，我是老五前的 GT。那今天呢，我们要用 Shaper 3D 做一些跟平面有关的事情。那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应援的一个灯牌，跟雷射雕刻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用到的是用 Shaper 3D 去绘制一个草图，并且输出 DXF 档。那这个档案呢是 Autodesk 他们专用的一个档案。那输出之后呢，请雷射雕刻的帮我们做一个灯牌，然后放上去。那我在这边呢也会画一个预览图。然后我们两个来去看一下比较，去看一下说这样的结果它到底是好不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汇入一下这个 BTS 的这个它的logo。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用这个照片对着它去描。首先点两下进到绘制草图里面，然后呢从勾选圆形的部分把它画出来，然后调整一下大小。然后接下来就对着它这个线条把它描一下。会做这样的内容呢，主要是想说，大家可能以为说 Shaper 3D 只能做3D 的建模，那我们这边呢就尝试看看，能不能来进行2D 草图绘制。那这样的话，一般工程图也都是2D 的，那它也可以绘制跟绘出2D 的图，所以这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我画好之后呢，可以选择镜像。那我们把下面的 BTS 也画一下。这边呢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在这个地方做绘制的时候，你如果一旦使用到这个弯呢，它常常在判定上它会没有办法使用。所以我这边先做一个弯的给大家看一下，那最后跟大家讲一下它的一些解决方法。然后再画 S。会选择 BTS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 logo 是蛮简单的，画起来比较不会这么难。那我们就简单画好了，但是因为我们要画的时候要连接的灯牌，所以我们下面要把灯牌也做一下。那灯牌呢是没有很难的，所以3公分，然后好，那就完成了。那我们这个地方呢，做一点简单视觉化，做一个木纹的 ，OK。那我们这边调整一下它的一些参数。那 BTS 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把它做成一块板子。那首先它是有厚度的。那我们把这块板子呢先放到上面。好，那我们来处理一下。首先，因为这样画的话，它会变成镜像，所以我们帮它再做一次镜像。好，然后再来就是要在上面做一些简单的设计。那这边的话呢，首先来讲，一般的亚克力灯牌它是只是做雕刻的，所以这边我们等一下会做另外一个方法，会教大家一个功能叫扫略。那我们开始吧。那扫略的话，首先你要先找到一个合适的边，那因为它里面这边都会有这个边线，所以我在边线上面我做
一个三角形。那等一下在三角形上套色，它就有不同的效果。所以我们先做视觉化。那将这一块，先选择透明的像玻璃的材质。然后呢，我们在上面做扫略。那扫略的话很简单，就是先点选平面，然后在上面新建一个平面，选择垂直某处，点选这边，把它选到这边，按完成。那我在这个平面上做图。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平面上它其实是，刚刚这一个 BTS 之后，我把它解半了。所以我要在这个平面上做图，那我要在这个地方有点区别。那我们上面呢就画一个灯条的形状。那灯条呢应该是大家买的灯条，或者是八边形的呢？我们画一个八边形的灯条。好，画好之后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面，然后请它进行扫略，选择这个边。好，这样就完成了。那我们一样在这个地方也要执行一遍。好，那我们一样用八边形，然后执行扫略。好，那我们在下面这地方，我们用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字形好了，不一样的灯条形状。那我们一样新增一个平面，选择垂直，点选这边。好，完成。那我们这个平面呢，我们长的形状可以特别一点，我们可以长五边形。好，那我们一样选择这个，然后选择扫略。在旁边这个地方呢，我们一样也选择五边形，然后选择扫略。最好上面嘛，那我们上面的话一样，上面要给它新增一个平面。那因为都是同一个字嘛，那我们用同一个五边形。好，那右边的 T 呢，我们就做一点点不同，我们用这个平面。T，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选择尝试看用椭圆形。好，那我们就点选这个面，一样进行扫略。好，那到最后呢，我来大概解释一下扫略它的这个整体的概念是怎么用的。它就是你在一条轨道上面设计一个图案。然后透过这个图案在这个轨道上移动所产生的这个体积，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积分的概念。那它会对于轨道的要求其实是比较高的。譬如说，如果你用上面这个圆规线啊，或者是用圆啊，有时候因为 Shaper 3D 它毕竟是用 iPad， 所以它在运算上你的图案没办法跟上这个轨道，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把你的圆规线切成一段一段一段的直线，它才有办法把它合在一起。那这个步骤呢，你如果在 iPad 上处理，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一些解决方法。第一个就是说，你把你的圆规线拆成线段，那你可能就要画成10几20个线段。不然就是你把它放到电脑里面的软体，让它去帮你处理，也都是可以做的一些解决方法。好，那么上面我们用六角形，你看，点选六角形，选择略扫。因为我刚才画的时候尽量都使用简单的线段，所以这边就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你如果线段越多越复杂呢，你这边点的时间就会变得更长。所以在画之前可以先决定一下。好，那我们就把我们这个部分做好了。那我们来做一下视觉图的呈现。那既然是应援呢，我们要在这个上面的地方做一点不同的套色，所以我们先套一下黄色好了。然后再来就是要把它跟底座做一点连接。那我们一样再回去原本的地方，那我们连接。那连接其实蛮容易的哈。
我们先点里面这个平面，那我们在平面上做长。首先要画一个长方体，那我们在这个长方体上面长，选择拉伸 0.3 新建主体，打开来，这边就有新建一个主体。那我们用这个新建主体去做一个以前没有看过的功能，叫做替换面。所以我们点选这个面，然后选择替换面，然后我们选择上面这个面。好，那这边的话会发现说没办法替换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太小了，所以我们让这个大一点点，这个大一点点。那我们把这个呢进行缩放。好，既然是灯牌，就把它放大一点点。然后我们再把往上移一点点。好，那我剪一下，这个功能叫偏移面。点选这一个面，再点选替换面之后呢，选择上面这边，然后选择完成。它就会自动把它长上来。那这是一个很简单、快速方法，让你把两个面拼在一起的方法。那这时候会发现这个材质不对嘛，所以我们这时候再把材质改一下。那我们把原本这个关掉，进行视觉化。好，那这样的部分呢就已经完成了。再做一点简单处理。你觉得这样太死板了？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就制作好一个灯牌，然后调整一下方向，这好像是倒着的。这样子就完成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透过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刚用到的一些内容。首先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一个绘出的 DXF 档，进到这个雷射切割软体面，然后做出一个应援的灯牌。那在过程中，就是我们要先绘入一张图片，那我们就透过描图的方法把它的轮廓描出来。这个步骤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一些软体去处理。那有一些软体就是可以把PNG 档或者是 JPG 档转成 SVG 或者是 DXF， 这是一个比较快的方法。然后你再把这个 DXF 汇入 Shaper 3D， 你来操作也可以。那你得到这张图片的草图之后呢，接下来就要进行长你的亚克力片出来。所以这时候我就把它长了一个3米厚的亚克力片，然后在上面做一些简单的处理。那我的处理方法就是在它的边框上面去长出这个灯条。那这个方法呢叫做略扫，就是我在一个既有的轨道上面长出一个我想要的形状。最后呢是我要把它跟下面底座去进行连接嘛，因为本身我的 logo 是圆形的，所以要进行连接的方面会变得比较麻烦一点点。所以这个时候我用到一个工具叫替换面。替换面就是我可以把一个既有已知的平面去跟上面的这个面进行相接。那我们把它接起来之后呢，最后下面画了一个木头底座。那木头底座跟我以前家具那边所用到的方法是一样的，所以这边就没有特别提到。那这就是这一次的影片。那我们在影片最后呢，我们会呈现一下这个预览的结果跟实际上制作出来结果的差别，那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咯。那我们现在最后呢，来进行一下这个绘出的部分。那绘出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刚刚新绘制的地方都要先把它关掉，不然它其实会有点影响到的。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一块板子进行绘出。那这时候呢，就要选择取消2D 绘制，新增，然后点选这个面，按下一步，然后绘制出去就可以了。那绘制的时候呢，你就会绘制出这样的一块板子，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选择输出就可以了。好，那你的2D 绘制图就有一个本体。
在这个地方，这个图把它请雷射切割的去制作它们就可以了。或者是呢，你就点选这一个面，然后呢，你把其他的都先关掉，然后选择绘出成 DXF 档，然后选择这个平面，按下一步，这样也可以，这也是一个做法。那它一样会帮你输出成这样，那他们再透过这个 DXF 档去读取就可以了。那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成品的比较吧。喜欢我的影片呢，在看完的最后呢，就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出去给也在学习使用 Shaper 3D 的所有朋友们。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咯，拜拜。